各位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聊 iPhone 的内置 App，该轮到测距仪 App 啊。这一期是对我自己挑战最大的一期啊。上一期的这个地图我已经聊了20分钟，有点小超了，让我自己都小惊讶了一下啊。但这一期呢，是真的聊不了什么内容了，估计看看能不能创下历史最短这个内置 App 视频啊。这个测距仪也没啥历史啊，这个。也是就那么几个功能。我为了准备这期节目呢，还花了几秒钟时间，到我一直推荐大家的这个叫做提示 App 里面，找到 iPhone 使用手册，搜索了一下测距仪，然后在这个上面呢，就给出了我这么几个条目啊，这正好也就是测距仪那几个功能。你看我念一下：第一个，测量尺寸啊；第二个，查看和存储测量结果；第三个，测量人的身高；第四个，使用水平仪，就这么4个。所以这个呢，就是你如果之前没有打开过测距仪 App 的话呢，你可以看了我这期节目，你打开去玩一下，知道这个功能也就好了。它呢就是有胜于无吧。首先我们说它的本质工作就是测量尺寸。如果你的机型是 Pro 系列的，也就是你翻过来看一下你的那个摄像头的那个模组啊，它如果带有激光雷达的，就是这个一个黑的，这个小的啊，不是这3个大的不对啊，这个小的激光雷达，如果带这个的话，你说明你是 Pro 系列的啊。那么你用这个测距仪测量尺寸呢，还稍微靠谱一点。但是如果不带，只有光学镜头，那你用这个测距仪，不是说不能用，能用啊，那就说误差会稍微大一点，因为它毕竟没有了这个激光的这个帮助嘛，纯用这个我们叫图像分析的方法来进行测量，那肯定没有这个激光标尺来的更准确一点。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，如果你要比较精准的去测量一些距离，其实还是要用尺的。比如说你要给你们家买窗帘啊，测一下你这窗帘多长多高啊，那这个我觉得还是你老老实实用尺子。但是说有的时候你人在外面也没带尺子，也找不到尺子。比如说你逛宜家的时候，你看到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这其实逛宜家也不现实，宜家都是有那种纸做的尺子啊，那也就是你如果有这么一些场合要求不高，比如说你在公交车上，你一看，咦，这个公交车开的这个小天窗不错，它面积是多少啊？那你这个时候就是拿起手机，打开测距仪，往那小天窗上一放，哎，只要这个小天窗在你的取景框里面，它就会自动的帮你框出来，告诉你它的面积是多少，长宽是多少。那这个还是挺方便的，精确到厘米啊，特别是带有激光雷达的，那还是可以的啊。除此之外呢，我自己倒是没有想到什么特别的使用了。我日常生活当中用测距仪测的也不多。那至于测量人的身高，这个纯粹也是可以玩一玩了。如果家里有小孩子的话，用这个试试看还是不错的。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，你就让这个小孩子站在这个测距仪的这个镜头前面，注意是测距仪的取景器前面，不是相机啊！你别拿个相机对着小孩子，那也叫拍照。一定是先打开测距仪 App， 然后让小孩子站在这个上面。注意一定要，你不能拍半身吧，你一定要拍全身，然后头跟脚呢要留有一定的空间。不能按拍照审美去要求了啊，把它拍全乎了。这样的话呢，经过几秒钟的识别，它会自动标记这个人的身高是多少。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用的。就是如果有小孩子的话你没事就是看你好像又长高了，来我给你测一下，往那一站，来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还行吧，就是玩一下还行啊。那我个人用的比较多的呢，反而是这个水平仪这个功能。因为家里很少会买水平，原来我家里是有，但是有的时候即便知道家里有，也不想去翻了。那个毕竟是一个用的比较少的，除非你最近自己想搞装修，那个可能会用的多一点。偶尔你说你挂个画啊，家里的这个挂钟没电池了，换个电池挂回去，又自己一个人，没有人帮你去看这个平不平，那你这个时候你拿一个手机的这个测距仪，它是可以的。测距仪 App 打开之后，它的下面有2个按钮，一个叫测距仪，一个叫水平仪。
你切到水平仪就可以了啊，然后把手机就这样放到那个画的，你比如我的手，比如我的手掌是一幅画啊，你把手机就这样放到这个手掌上，那如果说它平，你就能看到；它不平，你也能够，我看看能不能把它直接拍出来到镜头里。如果你还真的没看过的话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就是这样子。注意那个黑白不是反光啊，那个是那个真的是水平不水平。如果我放水平了，那它会变啊，就是这就是说明水平了啊，这个还蛮好用的。那它也可以变成什么呢？就是你把它平放在桌子上，你看镜头里看它是2个小圆圈，那如果不平呢，这2个小圆圈就是分开的。如果平的话呢，它就会显示0度。但这个功能我觉得因为比较鸡肋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 iPhone 的摄像头本来是突出的，你本来这个手机放桌子上就放不平，那这个时候你再去测，那你其实也很难测得准嘛。当然，如果你测桌子平不平，你可以选择把这个摄像头腾空，然后只把这个平的部分放在桌面上，那这样是可以测出来这个桌子平不平的。我觉得还是靠谱一点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你是套着这个手机壳的，你的手机壳呢，它会厚出一截来，然后把那个摄像头那部分给找平了，那你也是可以用这个功能的。那我觉得这2个功能还是不错的啊。当然你去挂画的时候还有一个尴尬，就是它手机的这个侧面不是有按钮嘛，有按键嘛，如果你要非常精确的话，这个按键也会让你的手机稍微翘一点啊，所以这种呢还是没有专业工具来的那么精确。但是如果你不需要那么精确，自己家挂个这个挂钟、挂个画什么的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需求还是够的啊。那这一期呢就不像我平时的节目了，我还是正儿八经的讲了几个功能，因为没有别的好聊，好吧？这期视频比较短，7分钟啊，那我们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。但是也没它不行啊，没它就不完整，是吧？好，那也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，我们下期再见。